为没人，这么多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2026东京改装展。老实说，这个展会结束都已经2个礼拜了，我才把影片剪出来，只能说拖延症真的是没得救啦。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东京改装展，来之前我还蛮淡定的，想着应该不会太多人吧。毕竟之前去东京移动展，人少官小，逛得也快。结果我到现场一看，当场吓一跳，不是开玩笑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买9号下午的特别观众日门票，真的是亏了，因为根本逛不完。顺带提，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申请的步骤不对，觉得东京改装车展的媒体证真的是非常的难申请，申请到最后直接就没有下文了。一进场呢，看到的第一个摊位竟然是 Tomica， 而且现场还摆了一辆金黄色的 GR Corolla。顺便告诉大家 ，Tomica 的展台这次还卖限定4色的 GR Corolla， 能不能抢到？其实我是觉得还蛮好抢的啦。好，接着在连廊上，我们又看到头文字 D 的续作 MF Ghost 的展台，现场直接把那台能干 Lambo 法拉利911 GTR 的 ZN6摆出来。说真的，我是很喜欢这台86啦，但这个剧情多少还是脱离现实太遥远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漫画嘛，爽就完事了。而且这里呢还有 MF Ghost 的续作航与彗星，展出的就是主角所驾驶的 ZD8。我们从东馆开始逛，不是那个东馆，是东边的馆。真的是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。迎面而来的呢，就是外形极具争议性的全新 Lexus ES， 而且还加装了蒙娜丽莎套件的版本。侧裙的设计呢，让原本看起来比较厚实的车侧线条显得比较没有那么奇怪。车尾我觉得本来就很好看，再加上后下包围，运动感一下子就出来了。说真的，我觉得白色呢比之前的主打色更加的好看。在东莞闲逛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摊位，写着 Monster Sport， 一看车我直接愣住了。这不是东风 E-派007吗？而且还是一辆右驾版车型。后来一查才知道啊，这是日本赛车界传奇人物，有着怪物田岛之称的田岛伸博，他拥有的田岛汽车所引进的车型。据说未来还要在日本展开统一规格的赛事。当然呢，日本版车型是没有 LiDAR 的。接下来就是速霸陆的展台啊，一辆黄色的 WRX， 还有一台 Revolve。说真的，我的内心是有点失望的。这感觉呢，好像就是一个期待太爬的本田粉，结果你一直拿 SI 给他看。不过我必须承认 ，WRX 在这样重新点缀之后啊，真的是顺眼了很多。尤其是这根巨大无比、看起来很山炮的尾翼，我真的是超级喜欢。那现场呢，还展出了大量速霸陆的赛车，包括全日本拉力赛、超级耐久赛以及 GT300 组别的 BRZ 赛车。在今年2026年 ，BRZ GT300 终于让劳苦功高的 EJ20 正式退役了，换上一台全新开发的 3.0 升水平对卧6缸双涡轮引擎。要知道啊 ，EJ20 在速霸陆的赛车史上几乎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。2021年 BRZ GT300 靠它拿下了速霸陆史上第一个 GT300 的制造商总冠军。而在那个时候，量产版的 EJ20 其实已经停产2年了。不过从2022年开始 ，EJ20 的性能和耐久性已经明显跟不上赛事的需求，退役也只是迟早的事情了。那接下来这个摊位真的是让我移不开眼，日文的发音应该是 Roberuta。这是一家位于日本流山市的店，主打的是欧系跑车的悬架升降系统，而且他们一直强调我们不是气动悬吊，虽然呢它也是靠空气来举升的，但是重点是呢，他们的展台摆着一辆 F40， 还有2台 Carrera GT。F40 我就不用多说了，是恩佐法拉利在世时最后一款亲自参与的车型啊。我人生中第一款赛车游戏就是 F40大战保时捷959，所以这2台车在我心中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。哇哦，你看看 F40这个车尾线条，真的是太性感，真的完美。离开这个展台之后呢，我们又逛到了铃木的展台。说真的，车反而不是最吸引我的，而是他们周边纪念品的商店。今年铃木和魔物猎人做了联名，现场周边的人气明显比车还要高。只能说铃木真的是很清楚自己车卖给谁，也知道粉丝喜欢什么。在展馆的一角，我还看到了一辆 Swift Sport。这是铃木参加超级耐久赛的赛车，虽然参赛的组别是相对较低的 ST4 组，但是 ZC33S 的可玩性真的是非常的高，特别适合那些不想花大价钱、对动力也没有太多追求的车主。在展馆里看到这辆 EG6， 让我一下子就想起我以前那辆5代 Civic， 现在还能保持这么好的5代 Civic 真的是不多了。那种轻量化车身加上4轮双 AB 悬架，在弯道里的战斗力和现在的车不是一个感觉的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GTG 群马丰田的 GR86。这台车的行李箱盖上还贴着一张群马现产的贴纸，车顶甚至还手写了一句为群马带来光辉。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，就是在日本很多 GR Yaris 不是嘴上说说，而是真的去跑拉力赛。我觉得这个车头跟车尾不太协调啊，
感觉很像一只老鼠。再往前走，我看到了一台很奇怪但又有点莫名喜感的车，一台 Polo， 但是车头呢却被换成了2代 Golf 的车头了。这是大阪 Bone Racing 的作品呢，他们本质其实是改 Mini Polo 加2代 Golf 的车头，怎么看都有点像哆啦 A 梦里的小夫，真的是越看越像呢。展馆里面呢，当然不只有日系车，像是 Lamborghini、Defender 这些车也都有出现了，甚至连福斯日本都把 ID GTI 概念车搬到了现场。配件的厂商非常多，像是 Work， 甚至连松下、ZF 这种级别的企业也都来参加东京改装展。不过这次东京改装展，我心里其实很清楚，最重要的只有一辆车。我甚至觉得这个展会只要看到了它，就算是值回票价了。那就是 GR-GT。GR-GT 在北馆，我刚到的时候正好碰上丰田章男会长在台上讲话，整个丰田展台直接挤到了水泄不通。光从规模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丰田真的是日本车厂里的王者。GR-GT 的出现，我觉得算得上是日本跑车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。虽然目前公布的动力数据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保守，但是我大胆的推测，真正量产时，这辆车的性能一定还会再往上推。你可以看到 GR-GT 的车头比例非常的长，而且整体高度压得很低。这个设计明显就是为了 GT3 赛车而生的，这点其实和 GR Yaris 有点像，因为 GR Yaris 下垂的车顶线条也都是为了要服务于空力。GR-GT 的内饰反而是显得有些普通，说真的，我甚至觉得不如 LC 看起来高级。但既然挂着 GR 的标志，内饰可能就不是重点了。现场还展示了 GR-GT 的裸车车架，这是丰田首次采用全铝合金架构的车身。我只能说一句，追求梦想是需要真金白银和技术实力的。现阶段的日本车厂中，大概也只有丰田能玩得起这样的一个项目。当然呢，还得加上一个人，那就是丰田章男本人。如果不是他 ，GR 这个品牌也不可能真的从丰田的车系里独立出来。其实现场还有 GR-GT3，但是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们只能选择撤退了。哇哦，这个6喉直喷。油门踩下去，可以看到油表往下掉了。从丰田展台撤退之后呢，这台 Solar 真的是让我帅到走不动路。我在拍的时候，旁边还有个老外，不但拿着相机猛拍这辆车，还忽然回头对我说了一句 “nice”。看来不止我，他是真的吸引到非常多的人。这台车呢，是来自于千叶的 Izanami 改的，他们主要的营业内容就是改这些老车，而这台 Solar 呢，算是点缀的刚刚好，非常的耐看。它的引擎并没有采用时下流行的2JZ， 还是保留了原车的引擎。Galetti Belli 是一家在埼玉县专门改外观套件的厂家，他们这套 GR Yaris 的宽体，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看，尤其是后叶子版。旁边那台车猛然一看，我以为是 FL5，结果走近一看是 FL1，只能说视觉效果倒是挺唬人的。RWB 这台993在东改，官方登记的名称就叫保时捷，而且还是用简体中文标注的，虽然有点无厘头，但也蛮有趣的。展出厂商 DPLS 查了一下才知道，原来是一个来自于洛杉矶做潮牌的。如果说 RWB 的风格很多人无法接受，那么接下来这一台绝对属于精致派的改装啊。玛格丽嘎瓦的展台上呢，摆着一台以964为基础的 Singer， 和刚刚的 RWB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。玛格丽嘎瓦是一家日本高级私人赛道俱乐部，赛道位于千叶，天气好的时候呢，还能看到富士山和东京湾。高崎自动车贩卖株式会社带来了很多台 GTR， 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这台 R33 V-Spec， 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有2个美眉嘛。走累了，逛累了，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些比较美好的东西，让大家解解馋啊。哇哦，这是一辆 NSX 吗？哦，不对，我看错了。其实这是一辆 S660改出来的 Baby NSX。但是你别说，这个完成度还真的是非常的高，不管是比例线条都非常的到位，第一眼真的很容易被骗。旁边呢是东洋工业 Reporter， 一辆低趴到不行的货卡，里里外外都是非常纯正的那种日本暴走卡车的风格，而且它的动力来源是一具转子引擎。接下来这台 A186 是 Toms 的战车，这台车可以说是完全重生，它使用了一副全新的白车身，而且呢进行了额外的车体强化。动力则是来自于全面改装的 4AGE， 并且搭载了 Toms 的赛花套件，排量已经提升到了1626cc， 最大的输出达到195匹马力。外观和内饰并没有刻意去做很激进或是很夸张的改装，而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原本的味道。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做法。在展场中呢，我看到了一辆 Celica， 这辆车的车主来头可不小，因为它是丰田的社长佐藤恒志所提供的车辆。
接着看到的是这辆240Z，我一开始以为这辆车使用的是不锈钢板件，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全铝合金车身的改装车。旁边的那辆白色240Z 同样也是全铝车身。这几台车的细节啊，处理得非常有烂仔风的感觉，做工绝对谈不上精致，但是他们主攻的是甩尾车的改装，所以这样相对粗糙的风格反而是能够理解的。这辆提耶纳的改装我真的是觉得蛮酷的，尤其是这个 CD 盒的配色，我第一眼看到以为是我学生时代最爱看的那种 VCD。来到 Vortex 的展台，分别摆了几辆实车，有 FL5 也有 GR86。而且他们还直接把好几辆车的尾门单独展示出来，包括 FL5、GR Corolla、GR86以及 MX5RF。说真的，我觉得他们的尾翼真的是很好看，但是装上去之后呢，想必也会成为警察叔叔们的焦点啦。接下来的这辆 Neo 86绝对是展场里面人气最高的几辆车之一，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你的86重新装上氙灯，而且线条处理得非常不错，完成度真的是相当的高。轮圈使用的是 RS 瓦塔纳贝的 R-Type， 绝对是对86这个经典元素的一个致敬。在东京自动车大学校的展区，我还看到了一台非常特别的 Lexus IS。这个宽体该怎么形容呢？只能说真的是非常的特别。根据学生们的说法，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辆外观充满昭和时代气息，内饰则极具未来感的车。好吧，我只能说，在这么多改装车里面，它的确是最有个性，而且原创度100%的一辆车。终于逛完北馆了，我们先来中馆。轮圈大厂段荣社位置就在中馆这边。不过呢，段荣社这个品牌在我的心中一直是非常高贵的象征，所以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。在中馆呢，最大的车厂就是本田和无线。那这次本田带来了一辆 Integra Type S，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Acura 的 Civic Type R。当然了，它的整个里里外外啊都比 Type R 更加的精致。不过我个人觉得它少了 Type R 的那种野性。这个轮圈我倒是觉得蛮好看的。好，在我身后的呢就是这样。这次算是本田最近出的一款跑车啦。但是呢，我一直觉得有点可惜，为什么是混动的呢？连一个手动挡的选择都没有。要知道，这台车以前它的定位呢，其实是在思域之上很多的啊。但是现在这辆车呢，感觉就是一台混动的双门思域啊，连一个 1.5T、6MT 的选项都没有，稍微有点可惜。而且据我所知，这台是不会出Type R版本的啊。但是日媒的评价蛮高的啊，其实我很期待哪一天能真的开看。旁边还摆了一辆 Clio GT， 这是本田用来取代原来 Civic 的 GT 500赛车的新战车。本田的展台旁边还有一台 NSX NA1 车型，其实这就是本田一个针对经典车修复的一项业务啊。NSX 已经算是妥善率非常高的车型，但是呢，它的玩家们还是会遇到这些比较难取得整备品的一些问题。我觉得本田的这个业务呢，很好的解决了这些车主的问题，而这也是最近各大车厂流行推出来的一个新业务啊。ARTA GT FL5 在这次车展上呢，可以说是话题性非常高的车款了。售价1350万日元，限量20台，而且呢是20台份的套件，车辆要你自备的啦。那这辆车最大的程度参考了 Civic FL5 GT 500的赛车的外观，虽然我觉得不可能100%还原的啦，但是呢意思也算是有道。它是土屋圭市和铃木雅久里两人共同开发的车款。如果你觉得 FL5 还不够贵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这组套件啦。相比较之下呢，旁边的 FL5 痛车显得就没有那么竞技了，反而是觉得有点可爱呢。其实，在整个改装展里面，我觉得S2000是相对比较少见到。这车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驾控。我知道很多人觉得说200多匹马力有什么好难驾控的呢？但是因为这辆车跨越它的这个操控的极限之后啊，它的车身反应会来得非常的突然。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掌握它的动态。而且呢，这辆车我觉得它的极限是非常高的。忽然看到一个摊位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知户学吗？他也带来2辆车，一辆 Civic Type R， 一辆是他的 Supra。这辆 Civic Type R 呢，主要玩的是一个姿态，轮圈的造型也是很特别的。那本人其实有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改装品牌啦，涵盖的车型蛮广泛的，并不只限于展场的这2台车。据说这3天在现场你都能看到他，他也非常亲切的帮我签个名，也算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想吧。好啊。其实我个人对于日产这个品牌一直比较无感，但是在这次的展会上，日产的存在感还真的不低。除了 GTR、Z 系列的数量也还算是蛮多的，不管是现在的400Z 还是以前的240Z，也都出现了好几辆。那其实400Z 呢，在这一次的展览中也是蛮常见到啊，很多厂家把它当成 demo car。虽然说我个人对日产是没什么好感的，但是这个车改起来其实也是蛮有它的一个风味在的。好，毕竟呢，日产已经把它的 GTR 停掉了。如果400Z 再没有的话，那日产呢真的是没有什么运动型的车款了。
在会场的一角呢，我看到了日产服务中心的2辆 R34 GTR。那这2辆车呢，主要是展示他们复原的成果，就跟刚刚在本田无限的展台一样，他们也有这种经典车复原的项目。猜猜这是什么车？原来是一辆 S15啦。来到 Endless 的展台，竟然看到一辆老皇冠，真的是太稀有了。其实呢，我认为早期的日本车工业也是靠着模仿起家的。你看看这个风格，多么像当时的美国车。其他呢，照例是摆了几台 Civic Type R 或者是 GR Yaris。其实看来看去啊，基本上就是那些当红的改装车了。第3代 RX-7，一台已经推出超过30年，但是至今依旧耐看耐玩的车。哇，相较于断容色 NK 的展台真的好小啊，就那样一点点而已。哇哦，这是男人的天堂吗？全是工具呢。展场中呢 ，Civic Type R 可以说是非常热门的车型啊。虽然我觉得最多的车应该是86和 BRZ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这一代的 Civic Type R 改起来其实蛮好看的，尤其是黑色的 Type R， 真的是非常的美丽。GR Yaris 也是一台非常热门的车型，不过在展场中基本看不到第1代车型了。马自达这一次也来参展了，老实说，我觉得并没有推出什么太有新意的作品啊。来到了普利司通的展台，天哪，我没有看错吧？竟然是一辆959，心中的2大神车在今天都被我看到了，可以说是2个愿望一次满足。大家可以看到959这个车尾真的是太性感、太丰满了。那为什么959会出现在普利司通的展台上呢？因为 R171RZ 发布了。那我们现在在普利司通的展台可以看到呢，哦，被电一下，日本还是蛮干燥的。R171RZ 终于出现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新的 CRD， 这是 CERS 旧款。那 RZ 呢，它的这个排水沟呢只有2条，这边有算是3条吧。然后 RZ 的胎侧这边，它的花纹是比较少，大家可以看到 CRS 这边有比较多的这个胎纹，来镜头可以看一下，非常脏。对的，它的海陆比较高一点，也就是说它能争取最大的抓地力。其实我真的是很好奇，不知道它装上我们的太阳去跑跑天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。哟吼，美美时间又到喽！这一看就是非法改造啊！这辆车呢，其实不是什么非法改造，它是日产自动车大学校的学生作品。它的主题主要是为了重温那份震撼，就是昭和时代日本车那种暴走族的感觉吧。所以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呢，他们就打造了一款这样的车型。这次日产呢，虽然展出了一台新的概念车啊，但是我觉得这辆车比较吸引我的注意，一辆马驰。那马驰这辆车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设计呢，有点这种本田的感觉，里面的空间还算不错啊。那车体的大小呢，就还算适中啦。那最近我在日本啊，观察到一件事，我就发觉我为什么这边 K car 特别多呢？因为路幅真的是非常的狭小啊，太大车真的是不太好开啊。来 ，Top Secret 从32到35 GTR 都有哦。走到 Top Secret 的摊位啊，这个金黄色可以说是他们的招牌色。那 Supra 呢，当然也是他们的招牌车型。当然，这辆车里面的动力那肯定不会是丰田的，绝对是日产的引擎。这个摊位非常的有趣，它是卖御守的。那是哪一间神社呢？是哈西利诺神社。其实这个神社呢是 Option 的创刊者稻田大二郎在美国开着一台 Z33，在每小时340公里左右的速度爆胎，车辆在空中翻滚了10圈，但是他依旧是平安无事的走出车外。之后他就把这辆 Z33的残骸放在一个货柜里面运回日本，并且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神社。据说来参拜的话，能够保佑你的行车平安。这一次的改装展，其实我逛得挺尽兴的。如果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，就是我把时间抓得太紧了。哦，逛到最后呢，赶人了啊！7点多，逛到7点多，他终于受不了，赶人了。哇塞，真的在放离歌了耶！可以看到走出来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展呢，我们今天买的是这种特别观众日啊，
大概2点多入场，真的是逛不完，逛到很急促。然后呢，我觉得其实这个展啊蛮热闹的哈，比东京车展现在叫东京移动展要更热闹，而且规模要更大。看到这里，我觉得这些日系的改装厂商呢，其实有个地方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弱一点的，就是电脑的改装部分。想想看，现在日系车的改装电脑都是来自哪里呢？不是美国，就是欧洲或者是澳洲的厂商。在现在这个时代呢，电脑调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如果下次还要来看东京改装展的话，我建议留3天的时间。除了时间比较充裕之外，其实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动表演，都是蛮值得看。